本片有大量火災畫面，可能會引起不安。Hi, we are still have unknown on it. We do not know whether how many people still inside the building. Back to Hong Kong, we're just taking a look at those live pictures of the fire engulfing. 全球過去50年高樓火災造成嘅死傷遠高於大部分人嘅想像，有啲大火甚至喺短短幾分鐘之內令到成棟大樓完全失控。A massive fire engulfed an apartment building in London, but the scale of the disaster is still unclear. 與其淨係睇標題，我哋今集突發想做呢條片，同大家喺全球最嚴重高樓火災嘅真實案例，睇下究竟係乜嘢地方出錯，令到成棟大樓好似火柴盒咁燒着。At least 75 people have died today in a fire in the biggest hotel in Las Vegas. Water pressure meant that there was almost nothing. 我哋會由上海、英國、美國、巴西一路比較，藉住呢個機會了解多啲呢一個問題。今集我哋就嚟一齊認真研究。高樓大火一直被視為城市最致命嘅災難之一。全球近40年，大概有8至10宗高樓火災嘅死亡人數係突破50人以上。共通點係高密度、單一出口、可燃外牆、煙霧走廊、維修失效。國際災難數據庫 EMDAT 亦指出，高樓火災嘅平均死亡速度比普通建築火災快3倍以上。一旦火勢出現煙通效應，樓梯間同走廊會喺幾分鐘內被濃煙完全吞噬。我哋唔係想嚇大家，亦唔係想比較邊個國家好，邊個國家差，而係用全球意外性高樓火災死亡記錄重新整理一次，由死亡最多到最具代表性嘅幾宗，逐一講清楚究竟發生咗咩事，點解會咁多人遇難。我哋希望俾大家睇得明白，高樓大火唔係必然嘅悲劇，好多時係一連串長年累積嘅錯誤。以下嘅5件事並非由戰爭、恐襲或者自然災害引發。2010年11月15號，上海市靜安區一條平靜嘅街道上，一棟28層嘅教師公寓正進行外牆翻新工程。當日下晝2點左右，工人喺10樓外牆位置用明火焊接電纜，火星跌落去隔熱棉嘅嗰一刻，全棟大樓嘅命運被點燃。Dozens of people have died in a massive fire in the heart of Shanghai. The blaze tore through this 28-story apartment block, shrouding China's commercial hub in thick smoke. 外牆嘅保溫層係聚氨酯泡沫，極易燃，遇火釋放有毒氣體。嗰日嘅風力達到4至5級，火勢順住外牆一直向上直衝。短短幾分鐘，成座大樓就變成一條燃燒嘅黑色柱體。大火持續超過4個鐘，最終造成58死、70幾人傷。事後調查報告列出多項致命問題：第一，違規施工，工人使用明火焊接，未做防火措施；第二，外牆使用高易燃保溫層聚氨酯，一旦着火，原外牆垂直向上，垂直擴散速度極快；第三，消防口損壞，部分水箱冇水，導致救援拖慢；第四，逃生口充滿濃煙，增加住戶逃離嘅難度。2017年6月14號凌晨，倫敦西區 Kensington 一棟普通住宅大廈 Grenfell Tower 樓高24層，一棟公屋住超過300個居民。冇人會估到呢一晚會成為英國消防史上最黑暗嘅一頁。凌晨12點54分，一個4樓單位嘅雪櫃起火。呢類火警本來係可以控制到嘅，但幾分鐘之後，消防員發現火勢唔係淨係燒入屋，而係直衝上外牆。How can you survive a high-rise inferno like this? That's the big question today after the terrible blaze. 當時消防員講咗句 "The building is alight from top to bottom"， 即係成棟大樓變成火柱。Grenfell Tower 外牆用嘅係鋁複合物隔熱板 ACM cladding， 內層係可燃物，一着火就變成一條巨大嘅煙囪，
火勢15分鐘直衝20幾層樓，嗰種速度快到想走都走唔到。大火爆發後半個鐘，住喺15樓、18樓、22樓嘅家庭陸續報警，好多家庭企喺窗邊求救，有人用毛巾攝門罅，有人抱住 BB 望住下面嘅火光，但濃煙同高溫已經封死走廊。最終成棟大廈有72人死亡，70幾人受傷。英國傳媒形容係 a national tragedy created by man-made decisions， 一場本來唔應該發生嘅悲劇。事後調查發現 Grenfell Tower 嘅翻新工程刻意揀咗平嘅外牆物料，而且消防安全設計落後。最恐怖嘅係，居民喺大火之前嘅幾年已經寫過好多封投訴信，話呢棟大廈好危險，遲早會出事。結果真係出事。1980年11月21號嘅朝早7點半，拉斯維加斯 MGM 大酒店嘅地面賭場層，一個小小嘅電氣短路喺咖啡店廚房後面發生，只係幾條電線嘅火花，但喺佢跌入櫃底嘅易燃裝飾同 PVC 物料之後，命運就完全改寫。火勢起初唔算大，但酒店嘅裝修全部都係當年流行嘅可燃塑膠、膠板、裝飾布料。短短6分鐘，成個賭場被完全吞噬，而最致命嘅唔係火，係濃煙、毒氣、熱氣順住空調系統一直推上20幾層嘅客房。At least 75 people have died today in a fire in the biggest hotel in Las Vegas. Another 300 were injured. 大部分死者都喺房間、走廊、樓梯間揾到，好多甚至未踏出門口一步，最終造成85死、700幾人受傷，成為美國史上最嚴重酒店火災之一。事後調查報告列出咗多個問題：第一，成棟酒店冇灑水系統，只係大堂部分有，賭場、餐廳、酒店層全部都冇。第二，可燃嘅裝飾太多，膠、布、膠板、地氈、木頭一燃就全面爆。第三，空調系統成為濃煙高速公路，濃煙被中央空調抽上樓層，由下至上全面擴散。第四，消防門未有自動關閉裝置，大量樓層嘅消防門打開，令煙霧直線衝入走廊。第五，逃生信息混亂，部分樓層警報冇響，住戶根本唔知發生咩事。1986年12月31號，大家準備迎接新嘅一年。波多黎各 Dupont Plaza Hotel 嘅賭場同大堂擠滿咗遊客、員工同家庭。冇人知道幾分鐘後呢度將會變成歷史上最嚴重嘅酒店縱火案。原來火嘅開始並唔係意外，係一場長期嘅勞資糾紛。當時酒店工會同管理層陷入談判破裂，情緒極度緊張。12月31號當日，3個不滿嘅員工決定用一個恐怖嘅方式向公司示威，喺一個會議室堆滿家私嘅角落倒上油料，再點火。縱火之後只係幾十秒，火勢迅速吞噬附近嘅家私、地氈，濃煙湧向大堂同賭場，大家仲以為只係小事，遲遲冇撤離。但係 Dupont Plaza 嘅致命問題係外牆同走道充滿可燃物料，加上大量玻璃窗，令火勢形成煙囪效應。大部分死者都唔係燒死，而係喺逃生嘅過程中被濃煙焗死。最令人心痛嘅係酒店嘅單向旋轉門成為咗死亡陷阱，太多人同一時間想衝出去，結果個旋轉門 jam 死咗，大量人被困喺大堂，完全走唔甩。呢場火最終奪去97人性命，仲有超過140人受傷。調查結果揭露佢嘅5大致命位：一、縱火來源強烈，可燃物多，家私、地氈、油料令火勢迅速蔓延；二、冇灑水系統，冇煙霧分隔設計，大堂變成濃煙高速公路；三、單向旋轉門設計錯誤，大量人逃生卡死，成為死亡樽頸；四、酒店冇定期消防演練，員工唔知點疏散，住客更加迷惘；
5. 疏散出口標誌不足，黑煙之下根本揾唔到出口。1974年2月1號嘅早上，大部分人仲係返緊工，影印文件，準備開會。Joma Building 係當時巴西最現代化嘅辦公樓之一，冇人會諗到，短短幾分鐘後，呢度會變成全球史上最致命嘅高樓火災。10樓一條舊電線短路引起細小火苗，但係當時嘅 Joma 差唔多全部裝修物料都係可燃嘅，牆板、傢俬、地氈、天花全部都一燒就着，冇防火分隔，冇排煙設計，冇灑水系統，升降機井同樓梯間變成直通天嘅煙囪，火勢同濃煙向上傳升嘅速度係以秒計。大部分死者都喺15樓以上，因為消防車梯到唔到，濃煙令佢哋揾唔到出口。當時記者影到大量人湧到窗口求救，有人揮手，有人喊，有啲人甚至試過即場綁床單落街，結果床單受唔住火燒，喺半空中斷裂。最終火災造成大概180人死亡，仲有超過300人受傷。Joma 成為全球公認史上最多死亡人數嘅高樓火災。事後調查發現，呢棟樓基本上係等於冇消防設計，有5大致命缺陷：1. 冇灑水系統；2. 升降機井、樓梯間冇防火門；3. 外牆同內牆材料全部可燃；4. 冇緊急廣播，冇疏散指示。值得一提，消防當局一度出動直升機，希望從高空協助救援。及後國際消防界普遍認為，直升機唔適合喺高層建築大火中進行滅火，最多只會用作偵測或者運送人員。因為現場嘅強風、熱浪、濃煙，加上直升機螺旋槳造成嘅氣流干擾，令到操作極度危險，甚至空中氣流有機會令到火勢不受控制咁擴散。今次講嘅都係歷史，但我哋每個人都希望歷史永遠唔會重演。災難看似遙遠，但真正距離往往只差一步。願每個城市都記住呢啲教訓，希望災難永遠唔會再發生。